许光出来，怎么又有其他的女生叫许光？可以吗？李李2次被拒绝了，什么情况？这我跟那老外，这老外是吗？你，哇，许光好受欢迎啊！赵磊又给他了，应该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了，从来没有3个女生要去选他。他是什么样的魅力呢？是不是要学习的？他说我要向他学习。是就约好了。没关系，没事。我发现居然还有人抢到我前面，大家原来都这么急，那我心中的好胜心开始起来了。有，那就代表我没有，是吗？哇，罗非心碎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真的没有一个人约我。哦，我以为我没有。哇，他第一句话是跟徐光说的，我也不差哦。毕竟一直在房间就嘚瑟。对，一个房间好尴尬。1次、2次、3次就已经。谢谢兔子，我也觉得挺荣幸嘛。为什么这个徐工可以得到3份邀约？会不会也是不够了解他，还是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觉得他魅力没达到3个女生选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我觉得因为是18岁的约会，但我觉得徐工身上有一些少年感，他是没有结过婚、没有小孩的。哦，他是没结过婚的。他的心理年龄好像也就在18岁，就是我被选了，嗨嗨嗨，快看，就是嘚瑟的那个感觉在。然后罗非就觉得好丢脸。你的室友已经有一个，那我觉得一起嘚瑟起来就没问题了。但他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，我会往心里开心，不会让室友有一种失落感。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好。马晴，啊，你看我的鞋，要我帮你擦？哎，你包我帮你拿。哎，我觉得你背比较好看，是吗？这个就是高级的。哦，你背着好好看，这个包。就是一边夸一边你就背着比我好看。那我帮你拿这个。好像我老婆就是这么跟我的哈，我背她的包，说你背就比较好看，结果变成我强项也要背的事儿了，这是很高级的，很高级的。上车吧，擦下鞋吧。这个有一点不太好意思，就系鞋带我觉得比较正常，但这个擦泥真的，哇，真的脏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你很爱干净的，没关系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行为，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是他能坚持的一件事情。但如果只是一个这个时候在做的事情，有可能是会导致未来的一个问题。对于女生的这个角度，她的落差感会不会呀？你想说男生太过度付出了，这个不可能变成一个长期行为。这个女生也说了，你正想系我的鞋带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泥巴都要擦。擦泥巴有一点点我破坏了你的干净，你在擦泥巴的过程中有牺牲感，这个东西是你付出了很多，超越了正常范围的。是的，对，超的有点多。这就是你敏感的感觉到，如果在一段关系中，如果那个男生克服了自己的困难，然后为女生有一点点超出正常范围的付出，这个东西可不可持续？我这双鞋还挺好看的吧？我觉得你穿每个衣服都挺好看的，这个会穿搭呀。哎呀，没有，我觉得还是要向你学习，真的。这里缝隙太直。哇，干净不少，我刚才想完了。他真是一个可以给你情绪价值的人，让你不停的愿意去表现的人。我真的很乐意的帮他去擦鞋。这还有个，但是这里这个马晴好可爱，他就说我的鞋好看吗？他们2个都爱穿搭，然后他知道他们2个有共同话题，就是他们有审美的共识，就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迅速的达到了彼此的情绪价值，充分的撒娇，提出需求，然后那个男生呢好喜欢，
那个男生，哎呀，我再帮你擦，就他们两个的模式充分的稳是的定。，王子和公主他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东西。我看这对是要锁定了，看样子。是。那老婆如果说，哎呀，鞋脏了，你擦不擦？他是会让我连鞋他脱，他就是你帮我脱。两个人相处的模式，我愿意。你只要遇到了你的那一半，什么样的模式都是成立。如果他不给你情绪价值呢？我会觉得不舒服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不做了。所以就说男生愿意为女生做一些事情，但是反向的你也得认可我的付出。我们人是总在追一种成就感或者是一个价值的过程中，这个价值的来源是在不同的一些部分。我解决了你的问题是我的成就感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模式。这就是我们讲爱的5种语言，其中有一种就是我要为对方有服务的行为。我喜欢这种极限运动，我老婆特别不喜欢极限运动。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，我们彼此都尝试过对方的爱好和有一些会变成啊，我因为你喜欢，我也喜欢上了，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仍然不喜欢，那我也尊重，我没有一个要。就是我们在关系中，你千万不要老是去勉强对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哪里觉得不舒服，跟我说一下啊。没有不舒服。Oh my god！ 那我水里慢一点啊。我发现兔子穿的是大红的一双鞋子嘛，我不想让它们脏了。他很体贴人，后面他就完全会缓速通过它，就是不要让它水溅起来。我觉得我选人选的太对了，太有眼光了。好了，我把你抢到手是对的。我觉得这两个人是蛮配的哈，蛮自然的哈，在一起你不做作也不讨好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我们到顶了，我真的好漂亮。最后一段。哇，好甜啊！这就是极限运动的魅力。两个人在过程中经过了考验，就有一种叫吊桥效应嘛。这两个人的性格，我觉得是会是一个蛮配得上的，就是有一种互补的一个感觉。他的确是会让人舒服，对，就像那个女生 Ken 说的，对，那个女生一直会鼓励对方。罗非她也是一种特别需要情绪鼓励的人，然后这个女生又可以给到她足够的。是的，而且在房间你可以看到她其实是有点敏感的，就都会因为这个徐工的这件事情，她都会说哇，我是不是要必须学习一点？但是这个女生呢，恰恰是遇到挫折，她是不怕的。她很快能够从尴尬当中缓解过来，说那我就来真的喽。对，这就可能也是脱口秀经常会让人化解尴尬。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职业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影响。他经常上舞台，什么他不怕尴尬，所以他的那种自信，然后他对罗非的认可，然后两个人又冲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旅程，突然就变成了可以拥抱的关系，是还挺爱看的哈，很甜。其实我以前有点怕看日落，就是那种你不觉得到黄昏人总是有点 upset 吗？就是那种好像一天快过完了啊，夜晚还没有来，然后中间的那种慌乱，就好像很多事儿你没做。明白。但是你会知道天要黑了。但今天不用了。今天不用了。所以他也是一个爱赢的人。那么什么是打败胜负欲的？那还是理解了爱。然后这个男人说：“今天你不用怕。”对，为什么不是讲成功和失败？是因为我在你身边。所以他那个手都这样揽上去了。前面那个拥抱也许是队友的，但这个拥抱我觉得是一种懂得和安慰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其实刘梅其实也是缺一个真的能够呵护她的人，她也许就放下了。对，哇，他们要跳那段舞啊，就在那个山上日落的那个。一起来耶！一起来啊！我也要跳的吗？
我四肢不协调的。对于一个完全没跳过舞，突然就会很尴尬的，对。哇，他打太极的感觉。哇，你做的很好哎。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，非常好，对，稍微合上一下腰，都还没动。他也很实在。哇，你给他情绪，我都还没动，你做什么？好可爱哦，他。我就赢。对啊，下课了吗？下课了吗？下课了吗？热身已经非常顺利啊。但是女生安排的这个约会，然后男生这么恐惧拒绝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有压力吗？我觉得很多爱人的男生最怕有压力。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呢，在怕压力的男生面前，她有一点不知所措。对，这个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发现你那么不想要，那我怎么办？就是对，所以就是我刚才互动里面看到一对不合适的关系会有多尴尬，是两个人都痛苦哎。有危险动作。对啊，你是要这么密吗？你确定？他真的不想要做这件事情。对，生无可恋，一张脸。他看到这个男生这么不开心，他心里应该能感觉到吧？就他可能会感觉到开心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再要完成这个目标。对，要不我们就不做。你想要做什么？对，是对于一个妹来说，我是每天都收不到漂流瓶的人，但我今天要去约会，我好想完成。可能我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性高过对方怎么想。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跟这个人好，你得观察这个人的情绪吧。他喜欢的东西是让我那么不舒服，那你也要理解，我们可能是不匹配 ，It's okay。所以我们就说嘛，好的关系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，而不好的关系真的让两个人变得更糟糕。我也看到了，就在这个关系中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太不会拒绝了。他经常是他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不回答。他是靠沉默说你看到我冷脸没有？结果那女生真的看不到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两个人的互动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，就是他如果就一上来就说我实在不喜欢跳舞，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我喜欢的，我们尝试一下，也许能达成共识。嘿，来短信了，怎么又有特别活动啦？今天就很开心，就来到了这个信息，就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2楼我要买苹果，我买了一些水果了已经。对，不是，然后跟我说水果不要了，苹果，我觉得今天已经够多了。Ken 说他要苹果，他跟我说，哎呀，他说 Ken 要苹果。恋爱中的小女人，你帮我擦鞋，我给你买你喜欢的水果。买一点苹果也买一点湿纸巾，下次再帮我擦。很乐意帮他去擦鞋。就我们男生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去哪儿呀？哼，没想我就被抛在山下，我还去学跳舞。他们懂的。这是太可怕的事情。怎么样？你有看过《La La Land》吗？你看过了？我要跳里面的，对，我要跳里面那个舞。是吗？真的吗？是的，我跳了一整段。你看他笑的多坏。我很喜欢八卦。哎，还可以。我们4个人拍张照片吧。对，还可以啊，好啊。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你今天晚上没有女人的事情。笑得好高兴哦！到一定的年纪还可以一起玩，太开心了。是，有点同学的感觉。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在宿舍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马上就变成小孩的那个感觉。好，我们去打印下啊，要不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行啊？出来了，行。哦，这就是打印的，就是这些照片了啊。哇，你成功了！哇，许工好开心哦！你打印的第一张是跟王老师吧？啊，他跟王老师，他的头比较大哎。自拍的时候，你会把自己的头拍的比较大，还是你的朋友的头比较大？那一般人作为男生，就是刻意的就前面一点嘛，对吧？牺牲一下自己的大脸。